现在我走在一片杂草林里面。今天我们要去探寻一个寺庙，据说这个寺庙修建在众神之山的顶上，而且自古以来便无人看管，但是却非常的灵验。那是否真的如传说中这么神奇呢？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听到了旁边的鸟语花香声吗？夏天又到了，真是非常的热。这一条石梯路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人走，所以路上特别滑，而且蚊虫还特别的多。哇，这里非常的难走了。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个寺庙了，它就在这里。哇，终于到了！这里的风光真是特别的漂亮。这里有一个狮子头一样张着嘴的香炉。看来以前真是有不少人来到这里烧香求拜，因为这里的香烛已经插满了。这里有一个铺路碑，上面的文字现在看上去已经都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好多地方，哇，对面在打雷了，刚刚都还在出太阳，哇，现在走上来以后竟然在打雷了。这些字都已经风化得很厉害，上面能看到第一行的“行善最欢乐，补路劳前出，人才子孙旺，天寿又添福”。我想这一个石牌呢，有可能是以前修建这一个山路这个石梯的时候，这些人的功德碑就刻在了这一个上面。要在这一个大山的山顶上面修建这样的一个寺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这里有看到土地公了，他今天穿了一件金色的衣服。这里有一个木门，门是开着的，上面写了一个心诚则灵，去看一下。这里面有好多的神像，而且全部都是金灿灿的。中间就是本尊了，这是玉皇大帝。据说玉皇大帝他是三界的统领，掌管天地人神鬼。又看到川主了，这应该就是地方的神。旁边是莲王和地母，这里还有一口非常古老的钟。哇，这墙壁上面还写上了一些字，来看一下：玉皇观、福建山、峨眉山、古剑山、摇龙山、石茅盖，哇，这些都是神灵聚集的神山。但是这里呢，却是掌管所有这些神灵的众山，所以这里叫做众神之山。看来果然是非常的灵验。哇，这是阎王。
他手上拿着的是生死簿、五谷、雪神、龙王、牛王，还有观音，这都是非常著名的神仙。这边还有药王、华佗，还有灶神。看来这个众神之山上面果然是汇集了所有的神灵。这是阿弥陀佛、释迦佛、弥勒佛、文殊菩萨。又看到观音了，这边还有普贤菩萨和送子观音，这边分别是分水观音和白衣观音。这里还有一些残破的观音像，应该有一些历史了。走，出去再看一下。这里面有一尊卧佛，据说睡佛是他修行圆满以后的法相，所以所有的卧佛都是躺着的。但是现在非常奇怪的是，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给这一个卧佛呢盖上了一个棉被，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不知道卧佛是不是也特别的热呢？这里有一个普度众生。来看一下，这里面又是千手观音，看上去非常的高，特别的壮观。旁边是他的两位侍从，一位叫太阴，另外一位叫太阳。关于千手观音还有一个故事，传说他名叫妙善，他的父亲妙庄王有一次得了一场怪病，需要自己亲女儿的一只手和一只眼，但是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不愿意捐赠自己的眼睛和手，而唯独只有三女儿修行佛法的妙善愿意将自己的手和眼捐给自己的父亲，并最后成功的救好了自己的父亲。而他的这一份孝心感动了天上的佛祖，最后赐予了他1000只手、1000只眼，而成为了现在的千手观音。这地上还有一个蝉的壳，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蝉脱壳吗？这里有一个很古老的石门，上面写上了结善功德，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在石门的后面也能看到慈航普渡，真是蛮古老的。这红色墙壁上面写上一些字：笑是欢乐，凶是哭，善是天堂，恶是狱。这应该是人生的哲言吧。又看到土地公、土地婆了。据说呢，他们是掌管一方土地的神灵，虽然官职是最小的，但是所管的杂事却是最多的，所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哇，这里还有一个圆形的门，看上去真是蛮古老的。哇，这里就是主殿了。来看一下，看来这里的香火也真是非常的旺。这里有一个圆形的孔，还蛮独特的。来看一下，哇哦，风光真是非常的漂亮。
惩恶扬善。里面特别的黑，门是开着的，走去看一下。这声音听上去真是蛮独特的。哇，这里面有好多的神像，而且非常的大。房间是空的，这里有一尊佛像，但不知道他是谁，身上挂满了很多油灯。这一尊不知道是不是龙王，他坐在一只老虎的上面，身上还盘了一条龙。哇，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华严三圣。两边是观音，中间这一个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他看上去还蛮秀气的，面容非常的淡雅。这是地藏王。这里是弥勒佛。据说弥勒佛是释迦牟尼的继承者。一般呢，在许多寺庙中都会出现他的身影，他给人一种比较喜庆的感觉。中间这里就是本尊了，这就是如来佛。如果看过《西游记》的话，一定不会陌生。像会72变的孙悟空都难逃他的手掌。看他手掌现在真是非常的粗大。这是药师佛、观音。这是电母，这边是雷公，中间又是道教的灵官了。这边还有一个钟，这边还有一些碗筷，不过应该是很长时间都没有人用过了。差不多呢，这个寺庙就是这样了。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总算是来到了这个众神之山的上面，找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寺庙。它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的庄严，而且还蛮独特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上来以后就突然天色大变，而且刚才还在打雷下雨。现在虽然已经雨停了，但是前面看上去又要下大暴雨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今天过来的时候打扰到了这些神灵的休息，所以现在我得赶快离开了。那我们下期再见。